我来自印度尼西亚巴淡岛附近的一个小岛叫普劳布鲁。我在新加坡定居25年，我现在已经是新加坡公民了。但是我从来不知道在新加坡哦，曾经有 Orang Laut 海人这个族群。这个呢，应该就是我们海人的传统捕鱼工具布布。我其实现在非常紧张，因为又下雨，浪又大。刚刚下去的时候呢，喝了一口水，我的假牙呢就掉进海里面了，可能会找不回来了，怎么办？我常常到马来西亚柔佛新山吃吃喝喝，但是我也不知道在那里同样住着海人 Orang Laut。现在呢，我们要进去红树林里面了。哇，这个就是猛光叶子啊！哎，喝到了哎，快打发了啦！他夹我的手啊！我现在一直在看着树上，就没有看到那个四脚蛇的踪影在哪里。哦，有了！中了！喂！有了！大哥！到底新马两地的海人是不是 same but different？ 我是苏乙潘四静，我是一名歌手，也是一名舞台剧演员。跟随我的脚步，走进原住民部落，体验和探索他们神秘迷人的部落生活。你们看，这个天微微亮，我们已经来到新加坡的西海岸公园啦，也就是 West Coast Park。没想到我们今天呢，在这个西海岸呢，会要去跟一个海人的后代碰面。他到底在哪里呢？听说他在一个船只的停泊处，这边都是啊，不过那船都很大，哪里呀？找不到，是那里吗？那边有一些人，哇，姐，他们在那里吗？哦，看到他了。哦，正常。哇，哎，这个呢，应该就是我们海人的传统捕鱼工具布布，一定布布吧？布布。哎呀，其实我有点好奇，是不是有很多新加坡人跟我一样，是不知道在新加坡有海人的存在呢？Orang Singapura lain tuh tak tahu kan? Dia tak tahu lah kita orang pulau dia macam orang laut ni. Tak tahu ini apa ni. Ini tempat tangkap ayam apa ni. Dia tak tahu. 很多人都不知道啊，他就说这个是到底是抓鸡的还是抓鱼的？巴基他们是海人，那他以前是不是住在新加坡本岛呢？ Pakcik lahir di Pulau Sudong. Dari pakcik lagi kecil sekolah pun di pulau juga lah. 哦，原来是住在普劳苏东。 Jadi pakcik tinggal di Singapura sejak pakcik umur 21 lah. 巴基哈姆扎移居本岛后，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找份固定工作。但他始终怀念捕鱼的日子，因此每逢周末都会出海重温旧日时光。新加坡海人有多个分支，当中包括了被安置在南部岛屿的海人后裔社群，另外还有史里达人、加冷人等等分支。他们早在1819年来佛士登陆新加坡之前，便已经在此繁衍生息。身为海的孩子，我一定要体验布布捕鱼喽！船速开始慢下来了，可能已经差不多到了放布布的地方了吧？Macam mana Pak Cik tahu？ Tahu dekat dengan ini. 哦，原来有个标记，就是前面那个红色的灯塔附近，这边哪里都可以放吗？ Boleh. 啊！前面这位呢，其实是法纪的儿子。进行布布捕鱼通常需要2到3个人，所以巴基哈姆扎特意邀请了他的海人朋友加入我们。据了解，传统的布布鱼笼是以竹子做的，但如今多以铁丝制成，比较耐用。笼子的入口处狭窄，所以鱼类一旦进入后就难以逃脱。鱼笼一般会用石块固定在浅水海域。巴基哈姆扎的鱼笼已经放在海里1个星期了，就不知道收获如何。哇，你看这么多渔获，这一笼呢，鱼竿丁们比较多。我们看我们下一笼呢有什么？好，现在要去找第2个布布了。巴基哈姆扎他说第2个布布在旁边，第2个就我要上了。我其实现在非常的紧张，因为好多东西发生了，又下雨，浪又大。现在其实有一点头晕，然后头发都湿湿的，不过没关系，我已经知道了，下去 Go Signal
布布就上来了啊，可以的 ，OK。因为我是海的孩子，出发。Kamu saya tali, nah, saya tali dia tali, dia tali, tarik dia tali. 哇，浪太大，很辛苦哎，哇，差点被浪拖走了。哎呀，不要！其实之前因为我出车祸的时候呢，其实我一颗门牙断掉了。刚刚下去的时候呢，喝了一口水，我的假牙呢就掉进海里面了。Kamu saya tali, nah, saya tali dia tali. Bang, saya punya gigi hilang. Itulah, gigi dia hilang kat sana. Macam eh? Nanti kita cari. Wait, we try. 其实现在因为浪很大，而且下面呢都是珊瑚礁，所以我的牙齿可能会找不回来了，怎么办？下面的能见度真的很差，看不怎么清楚。刚刚其实我有下到那个布布的地方，不过旁边是有石头的，我上下3、4次才有办法把那个布布拿上来。其实下面蛮辛苦的，因为潮水其实很大的，我一下去呢就被潮水一直带着走，所以真的很辛苦。尽管过程辛苦，但布布捕鱼不仅是海人们的传统技艺，更是他们过去赖以为生的方式。就如巴吉哈姆萨一样，大多数的海人一般从7到8岁起就开始跟父辈学习布布捕鱼了，这门技艺代代相传。如今年过70的巴吉哈姆萨虽然退休了，但他依然坚持出海捕鱼，始终不愿意离开这片大海。一靠岸，巴吉哈姆萨便立刻开始准备传统海人菜肴，让我品尝一番。身为海人，海鲜当然是他们的主食了。听巴吉哈姆萨说，海人偏好辛辣酸香的口味，所以我今天的菜肴就是阿萨姆鱼以及搭配甜辣酱油的煎鱼。好，我们来试试看味道啦。哦 5 bintang ah. 哦， Tengok siapa masak. Pakcik masak, bagus。 Dia masak, abang test. 哇，好好吃哦！鱼当然是很新鲜的，因为刚捞上来的。其实我觉得应该是他用的那一些香料，可能比例不一样吧啊，所以呢，跟外面吃到的味道真的还蛮不一样的。Last time Kak Sudong ini rempah-rempah dari mana? Kita beli kat ini lah, beli kat Singapura. Oh, jadi Beli kat Singapura di dah Sudong pandai. tak ada rempah-rempah ini Tak kan? ada. Lepas tu dah beli Singapura, balik pulau lah. Beli beras, gula, kopi, bawa balik lah. 哦 Kat kampung pun dah ada kedai. 所以他们其实是来到新加坡本岛，买了香料回去煮的。 Kita orang pulau, kulit semua hitam-hitam, ni orang pulau. 他们说皮肤够黑，才可以叫自己是海人。 Ada orang pergi pancing, tak ada pakai baju, lagi steady. Ini mau pergi pancing, wah panas-panas, wah tak main semua ni. 出去捕鱼，在外面走，不穿衣服才是海人。穿衣服好热啊，什么东西？所以他们真的很骄傲自己是海人。苏东岛如今已经成为军事禁区，一般人无法进入。这也意味着巴吉哈姆萨再也无法踏上那座他曾称之为家的岛屿。或许正因如此，他才享受在海上的时光，靠近那座承载他童年回忆的岛屿，仿佛与过去重新连接。好，现在呢，我们在车龙当中，马上就要去马来西亚柔佛新山。过了关卡过后，可能还要多15公里的车程呢，就会到一个马来西亚的原住民海人部落。那个部落呢，住着马来西亚海人 Orang Laut 的一个分支，叫做 Orang Seletar。你没有听错，就是我们新加坡熟悉的那个十里达。 那到底我们马来西亚的Orang Seletar跟我们新加坡有什么关系呢？跟我一探究竟 ，Let's go！
你看这里都是高楼大厦，到底我们这个Orang Selida的村落在哪里呢？这里有荒野，是不是要到了？哎，不过没有水，所以应该不是Orang Laut住的地方。哎，桥下面有河流，河流旁边有船，难道我们要到Orang Selida的村落了吗？可以人烟慢慢稀少了，有一种感觉，似乎要到村落了。哦，看到了，看到了，那边有高脚屋，就在这里吗？是的，太好了，我们到了，这里呢就是 Orang Selida 所住的地方了。我们去找他的一位村民啊，阿兰，Suki，你好，你好，你好，这个是巴基觉汉，我们这个村里面的艺术家，哇，也是一个音乐家。 Halo Pak, Ya. apa kabar? Wah baik. Baik. Lamkau，这边就是Orang Selida住的地方吗？对在甘榜吗？是，看起来很像马来甘榜啊。对，它其实跟马来甘榜有一些不一样啊，因为他们已经习惯要靠着海生活了，很多生活上的一些细节都离不开海啊，或者是红树林。可是马来甘榜就不一定。 Lam 有说到，柔佛州南部沿海一带分布着9个十里达海人原住民村落，总人口大约为1500人。其中6个村落位于新柔长堤的东部，另外3个村落位于新柔长堤的西部，当中包括我们现在所处的甘榜双溪德曼 （Kampung Sungai Temon）。这里是第2大的十里达海人村落，大约有200到300人居住。 Bapak boleh bawa jalan-jalan ke Boleh. ke kampung Bapak? Ya boleh. 哦 Ini buaya. buaya， Ini biawak. 他说这个是鳄鱼的爪跟四脚蛇的爪，是不是？这边有鳄鱼呀、有一点小恐怖。Bapak, ini kaki ya， Kaki ayam. 会痛吗？ Kaki ayam. 鸡脚就是没有穿鞋子，就是赤脚的意思。 Dulu sampai sekarang orang tua dulu 哦， masa duduk dalam sampan. 从很久很久以前，爷爷奶奶坐在那个船上面，就是赤 Dulu 脚 punya 的， tapak lagi tebal pada ini. Ah. 很厚，他脚皮很厚。哇，哎， Ini jati. Jati啊， Jati. Pak itu seberang Singapura， Singapura. 新加坡就在对面。 Dulu di orang kita bebas boleh kerja Singapura masa duduk dalam sampan. 哦，以前他是坐3班去新加坡工作的，所以以前他们渔获啊那些还是可以卖到新加坡去的。所以这边就是这个甘榜的最尾端了，对吗？哎，对，一条小河之隔就有一个繁荣的城市，旁边就是一个传统的斯里达部落了。好，那我们去巴基觉汉的外甥这里他，叫什么名字？他叫 Jeffrey。哦 Jeff ，Abang Jeffrey，sini bang，sini bang。你们叫 Jeffrey 来要做什么？啊，等一下我们要去采那个椰子。采椰子。对。哦，好啊，好啊。哎，这个人家很容易耶。Jeffrey，I pun boleh。 Hati-hati ya. Jangan jaga. 早期的斯里达人，他们用的椰子不是嫩椰，他们用的应该就是漂浮在海上的一些老椰。那他们就是把那个老的椰子剖开，那把里面的那个壳来当做一些碗啊、瓢盆在用。哦，锅碗瓢盆这样子。对。哎 Okey, kelapa pandan ni wangi sikit. ，kelapa pandan。 wangi. 哦，斑斓椰不是斑斓叶哦，斑斓椰，所以很香。 Okey, mantap. 哎，很甜哎，所以有没有淡淡的那个香兰味？哎，真的有香兰味哎。喂，哇，habis。哎，浪哥，我那边看到其实很多高脚屋，然后其实这边都是砖屋哎。 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呢？一开始在定居在陆地之前，他们都是海岸游牧的，住在船上面的。在陆地上定居过后呢，他们就开始建高脚屋这样。后来有一些收入啊，就会自己买砖自己盖。哦，我家的屋子在那边。走，高脚屋现在去看一下。哎，哇，都是家人在剪头发。Hello， Hello。 Kamu kolej kan? Tahu. 好多人。 Tahu. Pak, Ya, ini. bubu.
一定猜到，哎呀， bubuk ikan。我之前在新加坡有拿这个布布去捕鱼，法杰汉也是用这个在捕鱼的。咦，这样子的话，新加坡的 orang laut 跟马来西亚的 orang laut 可能真的是 same but not so different 哦，对不对？哇，orang asli Seletar。 Joget longgeng。哦，longgeng。哦，原来这个算是一个表演场地，是吗？对，巴基觉汉很热衷于在推广斯里达人的传统文化。 Masuklah. Wah. Pakcik ini bau berkajang。 包就是船的意思。哦，包就是船。对，然后嘎江就是那个屋顶的船。哦。对对对，他们以前的饮食起居，整个游牧生活都在这艘船里面过。哦。Pak Jahan di kapal sampai umur berapa? Dalam 10 tahun ni macam. 10岁啊，10岁在船上到10岁。那10岁以后，因为国家独立了嘛，所以要有一些户籍的登记啊什么，所以他们就会迁到陆地上来住这样。通常一艘的话可以住几个人？一艘船其实要看大小，大家庭可能可以住到7、8人，甚至10个人。哦，那他们是这样，就是你自己已经成家过，你就要自己去造一艘船。明白。其实我比较关心的是，要是在船上，你知道吗？我没有看到有厕所的痕迹。Pak, ini kapal lah. Aduh, macam mana? Nanti kat bawah, dia punya ponsot ke bawah. 他就是说脚呢就在船这边上面啊，脚在这里，然后呢手要握着，手要扶着，不然的话会跌倒。哦，就是这样子上厕所的。Dulu dia orang mau tidur kalau ada anak 3, dia ikat itu kaki budak mau ikat. 哦，因为怕小孩子会掉下海里面。 听了巴加汉的分享，我觉得在船屋生活真是不容易啊。由于在海上生活，所以十里达海人的饮食以海鲜为主，而烹调方式多为水煮或烧烤。在船屋生活时，他们常用雨水来烹饪，有时甚至会用椰水来煮白饭。今天我有幸能品尝到他们的传统食物，包括这椰水白饭。 好，那我们就先来试试看吧。好啊，好啊。我先闻到是饭香啦，椰子的香味很淡。哦，椰水的甜味还有真的哎，好奇怪哦。这种微甜的感觉，感觉很像糯米哎。对，很像在吃甜品。Ini Pak, aku mau coba ini ikan apa Pak? Ini ikan merah nih. 昂爪鱼。昂爪，对。Pak. Mana kecap? Iya, kecap mana ada dulu mana ada kecap？ 好奇怪哦，因为它是甜的，对，然后加上海鲜的鲜味，是咸跟鲜感觉比较配一点点。对，这叫红树藓，在地的语言叫螺干。螺干，哎，好吃哎，好吃哦，因为它有咸，这个不用蘸酱，很好吃。 在新加坡，我们常听到十里达是Seletar，新加坡的那个十里达跟这边的 Orang Seletar 有没有关系啦？是啊，有啊，他们其实就是可以用同宗同源啊。Lam 跟我解释到，根据考究，现今居住在柔佛南部的十里达海人，是大约100多年前从新加坡迁移而来的十里达海人后代。他们原先生活在十里达河与里达岛周边水域。 1923年，因殖民政府大规模清除该水域的原始森林与红树林，迫使大部分海人迁往柔佛南部，而留在新加坡的少数十里达海人，则逐渐融入了当地的马来社群。 Dulu orang Seletar kat Singapura banyak datang ke sini ya Pak ya? Ya, sekarang sudah pindah di sini semua Malaysia. Jadi satu nenek moyang lah. Dulu dia orang duduk dalam sampan bebas, boleh dayung sana, boleh dayung sini. 哦，巴加汉说，他的家族早在2、3代前就迁移到马来西亚，因此他也不确定自己是否还有亲戚留在新加坡。尽管十里达海人曾在新加坡北部水域生活，而且是最早定居在新加坡的族群之一。 但如今本地人对他们的了解却非常有限，所以这一次我一定要把握机会，亲身体验海人的生活方式，探索新加坡历史中遗失的那一角。昨天呢，在我们 Orang Seletar 的这个高脚屋里头睡了一个晚上，今天
我要出海了，去捕鱼。走，捕鱼去喽！出发！今天的行程是先去放网，然后呢就来这个贻贝养殖场，再去红树林，之后呢再去把放下的网收回来。压轴呢就是要去潜水了。其实我比较紧张去潜水这个部分，新加坡那个经验真的是吓死我了啊！不过今天希望天气晴朗啊，老天作美 ，please， 不要下雨，不要起风。 Takut petir je. Kilat, takut kilat. 哦，takut juga kenapa？ Kilat. Kena。 Kena. 更怕闪电，因为之前有4个人中过闪电。Ini orang laut dulu kat kapal macam mana? Tak ada balik darat. Dia cari tempat pelindung lah. 哦，一旦要下雨的时候呢，他们也会靠岸避风避雨这样子。与海为伍的海人拥有多种传统捕鱼方式。今天我要学习的就是 Bukat Bakau 围网捕鱼法。Bukat 指的是渔网 ，Bakau 则是红树林。这是顺应十里达海人的生活环境而发展开来的捕鱼方式。捕鱼时，渔网一端固定于水底，另一端由浮漂支撑。涨潮时，渔网会垂直悬吊，并借助水流方向引导鱼群入网。我们就让渔网放置大约1到2个小时，希望今天能有所收获。这一区全部都是Orang Selida的贻贝养殖场。 然后现在要查一下到底可不可以收成了。所以有2种贻贝，这种绿色的呢是比较好的贻贝，然后黑色的不好。为什么呢？黑色的他说不会长大，然后只有那些绿色的会长大。其实这个算是比较小一点点的，可能要到2寸大小，他们就会收成。这个黑的不要啊，这个要吗？要。这鸡不要。Kecil pun yang. 哦，这整粒都是生蚝吗？太大了吧！ 哇哦，哎，我没有看过那么大的生蚝哎，这个直接放在我的脸旁边，我的脸大小的生蚝哎，哇，好重哎，这个东西这边有蛮多的，所以这样子它鼓出来一整粒，里面呢就是生蚝，然后你看这边有网，所以要是有网坏掉的话，它就把它重新编织，然后让它垂直下去，所以这些贻贝呢就可以附着在上面了。 其实我们都知道，海人呢以前都是游牧民族嘛，养殖贻贝不是他们的传统工作。为什么我们还开始养殖贻贝呢？ Macam sumber ekonomi lah. 哦，所以其实他是说，因为要有新的经济来源，他们就开始养殖这个贻贝。现在呢，我们要进去红树林里面了。我其实最担心的，因为我一进来，那整个氛围很宁静，一直觉得因为这船蛮低的，会不会有鳄鱼扑进来呢 Krokodil. Buaya. Ada. ？Then Kita tak kacau dia, dia pun tak kacau kita. 你不犯鳄鱼，鳄鱼不犯你。我希望 Jeffrey 只是在开玩笑。这片海域有着广阔的红树林，十里达海人依赖其中丰富的自然资源为生。退潮时，红树林的树根、树干和树枝会附着着各种贝类或螺类，它们还会翻挖红树林的泥地，寻找尼龙虾等等生物。当然，在红树林里也能找到螃蟹。 Boleh tangkap. 啊，哦呀 Slow. OK， 慢慢撑过去，不要让他觉得我们是要抓他的。啊！他跳海，他为了不要变食物，他跳海。打发了啦，有了。要是没有戴手套的话，我的手已经完了。嗷嗷嗷嗷嗷嗷嗷！他夹我的手啊！他夹我的手！哇，你看，原来是可以用这个叉来插的哎。哦，好。bang, you ketawa apa bang? Orang明插到了。Tengok ikan belum ikan dah. Tu baru ketam. Yang kecil belum ikan dalam air lagi. Kalau ikan dalam air lagi laju. 等一下要去潜水，只是小鱼小虾你就插不到。等一下大鱼你怎么插 ？OK， 我现在算是一个练习了哈，看起来很简单啊。Biawak biawak.
anak bewak. 哇，你不要吓我可以吗？四脚蛇 Goreng kari, masak kari sedap. 啊，哇，煮咖喱很好吃哎，听说。 Kamu nampak apa yang saya nampak? Jangan apa？让我抓住它，我怕它跑。这里有3只，阿邦 you chase 来tangkap啊 Okey.？OK， 我叫阿邦去那边把那个螃蟹赶过来，我就可以抓它了。Dapat！ 好！你看，抓到了2只螃蟹。好，现在呢，我们要抓那只很大只的，因为它爬到树的最上面，然后我们要摇它，让它掉进船里面。啊，dapat！ 哎嘿嘿嘿嘿！哎嘿嘿嘿嘿，可以了，抓到了！今天抓到那么大只的螃蟹。好，现在呢已经超过2个多小时了。我们现在要做的一件事就是要 the ball 呢，就是用这个木棍拍打，把那个鱼呢全部赶过去那个网那边去。然后，棒啊，过去不有那行。和新加坡的海人一样，柔佛州的史里达海人也遵循着传统，与大海共存。他们的捕鱼方式更加生态友好，对生态环境影响最小，努力守护海洋生态的可持续发展。现在呢，我们抓到了1只后，然后我问 Jeff 说：“你们有吃这个后的吗？”他说不用，就放生就好。OK。我算是城市人啦，然后我觉得付出就一定要有回报，所以今天呢，我付出了嘛，我来这边撒网，结果只是抓到了几只螃蟹，还有鱼，我就问他们说：“哎，那你们会很生气吗？”因为我很生气。他们说就是这样啊，我们渔夫的生活就是这样啊。其实让我蛮感动哦，我现在没有太生气了。你看，他是勤勤恳恳的在工作。好，可以。Balik kita masak itu ketam kecil-kecil tak apa-apa? Bisa. 哎，你看，回去我们把那个螃蟹给煮了，没事。紧张刺激的时候到了。之前在新加坡呢，也是有去潜水，现在呢是要跟我们这边的老人呢潜下水里头去捕鱼货，会用这个长矛啦，这个算是一个传统式的捕鱼方法。现在我心情很紧张，因为刚刚 Jeff 说，要是看到鳄鱼的话，赶快上来船上。OK， 我要先观察一下下面的情况。能见度不高，所以要沉低一点看下面是什么。好，长矛准备好了，走。Aku tak masuk bang. Tak ada. Kenapa tak turun ya aku ya? 我一直飘着哎，沉不下去。哈！天哪！现在就抓到了吧？哇哇哇！我再试一看。我累了，我可以回家。我连沉都还没有沉下去，他都已经抓到了哎。史里达海人擅长潜水抓鱼，而他们水下闭气的能力也比常人来得出色。科学研究显示，一些海洋游牧民族由于世代以潜水为生，所以逐渐演化出较大的脾脏，让他们能在水下闭气更久。尽管目前没有针对史里达海人的研究，但凭借他们与海洋的深厚联系，我相信他们也发展出独特的水下生存方式。又抓到了，太夸张了！那边一整排一整排的鱼背墙，其实是很利的，会刮到身体。他不怕哎，他完全就已经钻过去了。Tadi pas masuk sini kayak dinding, tak kena. Hah? Tak ada. Kita dah biasa. Masuk terus.
Kita slow-slow. Kita tolak tali. Macam mana kita cara nak masuk. Tengok ikan. Kan? Kita ready. Baru ayun. 我觉得问题在哪里呢？就是我一直没有办法潜到深一点点，所以现在呢，我不潜太深，我就往旁边看，看那些鱼在哪里。我不敢进入那个椅背墙里面，觉得推不动，觉得很厚实，进不了。 Tolak slow-slow. Jangan masuk semua. 啊！这个墙外面那边一群一群的鱼在游。哎呀，磕到脚流血。这是椅背壳，其实很尖，真的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所以我觉得海人真的很厉害。是的。 想要了解一个地方、一个族群的风土民情，到他们的巴沙走一走是最好的选择哦。Orang apa bang? Selita. Oh, 看看就是斯里达人。Ini ikan dari tadi malam ya pak ya？昨天去捕鱼，然后呢，今天把渔获卸在这边。有些时候可能渔获不多，他们就不摆了。哦，他们的船来了，一对ikan呀。ikan。哦，你看，现在只有螃蟹。他说鱼正在来着。 作为新山唯一的原住民巴沙，这里设有大约30个摊位，当中以什里达海人居多。他们一早出海捕鱼后，便会直接来到巴沙摆摊，所以海鲜不仅新鲜，价格也更实惠，吸引了许多顾客慕名而来。我来这里的目的是为了见把加汉和他的鱼贩亲戚。如今，贩售海鲜已经成为什里达海人重要的经济来源。 ajarin aku bagaimana cara sisi， 叫他教我怎么刮鱼鳞啊。slow， 所以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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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慢慢刮。哦，头部也有鱼鳞，因为我不知道哎，刮鱼鳞原来脸部呢是往下刮的。哇，你看，这边小朋友在帮忙刮鱼鳞，孙子辈的，孙子辈的。Siapa nama? Asrul。umur berapa? Sekarang 14 tahun. 14岁了哦，所以从小呢在这边帮忙。二师弟过来，二师弟，我这样做对吗？不对的，macam ni。买鱼吗？慢慢看，慢慢看。堂哥是住附近的吗？就是新加坡看。哦，新加坡，我也是新加坡人。哦 ，JB 吗？哦，你们知道这边都是那个orang laut斯里达人吗？好，谢谢哦。 常来哦！哎呦，不动，把鱼鳍先切掉，哦，把鱼鳃刮掉，肚子的部分里头所有内脏丢掉，切，哎，切1片、2片、3片、4、5片哦。OK， 小心一点啊！来。他一直想动手，啊呀！哇，他杀一只1分钟，我杀一只15分钟，哎，天哪，他手法也太利落了。啊，我先开始切的，你看他已经切好了。OK， 1、2、3、4，这个算丑的吗？cantik lah， cantik，OK。哦，他说很美 ，OK。切鱼真的好辛苦哦，看起来真的很简单，不过每一个工序，每一刀下去呢，都是很多年累积的技巧。现在人潮少了，我们在等。OK， 现在9点，他说这边11点之后呢，就几乎没有人了，所以就看这个时候了。我觉得在繁华的城市中，能有一座专为原住民设立的巴沙，实在是很难得。这里不仅是各个村落的什里达海人相聚交流的场所，更重要的是，它提醒着人们，在发展浪潮中，海岸边仍然有一群世代以海为生的原住民，延续着与大海共生的故事。现在我们即将去采集制作海人传统服饰的一个叶子。到了！好，现在就是要找那个猛光叶子。ya. 有点恐怖，有鹿吗？后面看一下，鹿在哪里？他看到的是鹿，我看到的是红树林。哇，爬不出来哎，拔不出来，拔，现在收。
我们这次制作传统服饰是为了一个重要的活动，那就是国际原住民日。让我意外的是，走着走着，我们竟然看到野猪的足迹。我这才知道，原来十里达海人不仅会捕鱼，他们还会狩猎。 Ya, daun mengkuang, lo dekat daun mengkuang. 啊，mana？ Tuh, sana. 哦，到了！哇，这个就是蒙光叶子啊， Ah, mengkuang. 这个很像超大的斑斓叶。好好好，我们先下去。我在想，为什么做海人的传统服饰要用这个蒙光叶 ？Kenapa bikin baju harus pakai ini？ Ah, pakai ini pasal dia punya daun banyak tahan. 哦，这个制造出来的传统服饰呢比较耐用。 Kajang tuh diorang berteduh dalam sampan, dalam 哦， sampan. 用卡江也是这个，就是船屋用来遮阳的，也可以用蒙光来制造的。 Ah, tengok. 哎，割到了哎，这个真的是连专业人士都会被割到的啊，自己小心一点。OK。好，现在呢就把这些刺全部给弄掉，等一下搬运的时候呢就被扎到手了。听说把戏的儿子呢找到了四脚蛇的踪迹，我们现在要去抓四脚蛇。Pak Cik, orang cerita dulu ada makan biawak tak? Ya, ada. Oh, ada nenek moyang makan juga Ya, ya? ya, makan nenek moyang. 哦，这斯里达人以前啊也有吃这个四脚蛇的习惯。四脚蛇吃起来呢比较像猪肉呢，还是比较像鸡肉？爸爸说比较像鸡肉。哪里？哦，有，在树后面。嘘。海跳海。一样。其实四脚蛇呢，算是游泳健将，也是爬树健将，所以要抓它真的不是很容易的。没有看到啊！我现在是已经一直在看着树上，就没有看到那个四脚蛇的踪影在哪里。爸爸一直讲在哪？哦，有了！哎，很高哎，要怎么去抓？儿子现在已经爬到一半了。今天的晚餐就靠你啦！好，现在呢，长毛已经送上去了，伊湾呢在准备着。四脚蛇嗅到危险了，它越跑越尾端，它已经到角落头这边了。要来了！它其实很靠近它身体了。哎！哦！跑去旁边了，插了一下，有动静。插！中了！它要挣脱！哇！插到了！哎呀，兄弟！Takut! Abang kamera! Kamera! 哦，这一幕到底是怎样？快！我们的镜头绑在那个毛上面，担心的不是找不到四脚蛇，担心的那个镜头掉进水里面。我们给伊万掌声鼓励！好了，抓到四脚蛇了，我们现在回去啦，走。好，刚刚呢，其实我们已经从红树林那里呢，把这个蒙光的叶子采集搬回来这里了。现在呢，出动了把雅憨的4位编织大师，也是他们的家人啦，来帮忙处理一下，就是把这个蒙光叶子呢切成片过后呢，用这个棍子按摩一下，他们是这样子说。这样子的话呢，里面的纤维呢就会打散过后呢，它就比较柔软了，就可以拿来编织了。与马来西亚其他海人分支相比，十里达海人的编织技艺可说是独具特色，因为他们使用的材料只能在附近的红树林里找到，而编织的图案和风格也展现出独特的印记。孩子们从小向母亲学习这门手艺，让这项珍贵的传统得以代代相传。现在呢，我来学海人 Orang Selita 的传统舞蹈。等一下呢，我们的国际原住民日的时候再表演呢，就不会丢人啦，好不好？恰恰哦，船桨，划船哦，划船，树啊树，哎，找贝壳，哎呀，拿贝壳，拿贝壳，哎呀，海边有什么我就拿，哎呦，螃蟹。哎，吃螃蟹。Lepas tu cari apa? Banyak kali carinya. Lawan banyak barang ya. 海边太多东西了。
1994年，联合国大会将每年8月9日定为国际原住民日，目的是为了提高公众认知以及推动原住民权益的保护。或许是因为十里达海人世代以船屋为家，四处漂泊，所以他们从来没有专属的传统节日。而这一次，因为我的到来，族人们将首次庆祝这个节日，可说是意义非凡哦。好了，现在我们开吃了，Pak. Kita sekarang boleh mulai makan ya? Ya. Wah, banyak betul seafood, Pak. Ya. Semua dari laut sini ya, Pak ya? Semua dari laut. 全部都是这边的海域抓过来的。哎呀，真的是蛮什么？ Man semua. 我想试试看这个酱油焖山猪肉。 Kami ada kasih. Kita orang cari. 哇，原来这山猪是他抓的， Dengan saya punya adik. 这是他抓的。还有弟弟，哇，厉害，又会抓山猪，又会那个用鱼叉叉鱼，哇，这边太厉害了。我跟你讲，味道就是跟我们的卤肉一模一样，不过呢，用的是山猪肉，哇，太好吃了。Pak, aku nak coba ini, Bapak nak makan? Ini bagian mana, Pak? Bagian ekor. 哦，这是四脚蛇的尾巴，很像干崩鸡，其实完全没有异味，吃起来很鲜甜，很好吃。其实呢，爸爸一家人呢，为了要庆祝今天这个国际原住民日呢，1个礼拜前呢开始准备这些食材了，所以今天呢才有这么多好吃的海鲜跟山猪肉可以让我们来享用。Ini pertama kali merayakan Hari Pribumi Ya. di sini ya? Ya. Bagaimana perasaannya? Perasaan kita macam happy lah, bangga. 其实我也感觉很骄傲，可以跟他们一起呢度过这个节日。Anak-anak Pakcik ya mengikuti cara hidup Pakcik sebagai orang Seleta ya. Bagaimana perasaan Pakcik? Memang senang lah. Tidak akan satu kehilangan nenek moyang kita itu. Ada cara adat nenek moyang kita itu. 就是海人的文化没有遗失，他很开心，因为他的孩子一直跟着他。Ya. Semua kena ajar. 好，跟他讲。 Ya, kena aja. Nak tuakan aja. Ajar. 哦，原来都是爸爸教的，爸爸教他们怎么唱歌，怎么去捕猎，怎么去捕鱼。 Sebelum awak balik nanti ambil gambar dengan orang kita. Iya. Tu tenang. Oke, Pak. Terima kasih ya, Pak ya. Terima kasih, 谢谢。Terima kasih ya, Bang. Kayunya pagi hari, baunya laju, masuknya ke guntur. 庆祝活动在歌颂十里达海人船屋生活的歌谣中落下帷幕。新加坡海人后代与马来西亚的十里达海人其实很相似，他们与大海为伴。尽管现代化进程加快，却始终不能改变他们对大海的热爱。巴加哈尼家将传承十里达海人文化视为家族使命，这种以家庭为核心的理念深深触动了我。未来，每当我想起新山，脑海中浮现的除了吃吃喝喝，还有这群与大海不离不弃的十里达海人。 Cari daun di hutan bakau, namanya mengkuang. Bisanya kena tangan, aduh. Duri masuk dalam daging. Aduh. Aduh. Aduh, sakit. Pulang rumah. 原本我会以为原住民呢是属于比较保守还有传统的。之前呢，我觉得原住民是活在一个封闭的泡泡里面的。我原本以为他们的生活无忧无虑，原本以为他们的生活很朴素、很简单，可是去到那边，我才发现到他们原来很多挑战，因为住在大自然的环境。 不过来到大节日哦，比我更加懂得庆祝，更加懂得 party， 很注重仪式感。尽管面对现代化的冲击，他们还是非常勇敢地保护着自己的文化。
甚至会善用这些技术呢来传承还有保留他们的传统文化。这趟旅程其实我学习到很多，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活在当下。与其担心有多少工作还没有完成，倒不如学习这些原住民，好好的把握每一天，享受其中。我觉得这是无比重要的。作为一名 chef， 从捕捉到处理到生活到煮到吃，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的体验。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人情味，因为这次遇到了很多人，然后我觉得你会遇到很多的人事物，但是往往呢是人留下的那个余温，会让你一直永远的记在心里。在部落探秘的这段时间里头呢，我学到的是要知足，要分享，这样子的话呢，人类跟大自然就可以平衡相处。Muchas gracias, muchas gracias.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thank you, bye bye. Oh, cảm ơn, thank you. Oh, Sere Kidua. Sere Kidua. Bye bye.